今天我们要聊一段谍报圈里离奇曲折的故事。台湾和荷兰竟然被传密谋联手对中国半导体产业进行逆渗透。更戏剧性的是，这场极机密的情报互访疑似全程被中共掌握，甚至跟监拍照在网络上公诸于世。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台湾的军情局难道成了别人镜头下的猎物？台荷双方真有秘密合作渗透中国的高科技人才吗？让我们一同抽丝剥茧，看看这背后藏着哪些惊人的内幕与角力。事情要从2025年年中说起。当时台湾的军事情报局，简称军情局，内部正经历一场人事风暴，可谓谍报版的玄武门之变。原任局长杨敬色上将即将退役，却被传遭架空。真正握有实权的是总统赖清德属意的接班人陈明华中将。军情局史无前例的同时出现了两位局长齐齐，一位有名无实的空军将领杨局长，另一位则是名不正言不顺却每天到军情局办公的陆军将领陈明华。直到2025年5月，国防部正式下令由陈明华接任局长，这场权力角力才明面上落幕。但这段期间的内斗与士气低落已在情报圈埋下隐患。就在新官上任之际，陈明华展开了一项大动作，派员前往荷兰进行极机密的情报交流任务。据后来曝光的网传讯息描述，军情局在5月初派出一支6人先遣小组飞往荷兰，任务代号为香远方案，带队的是2位上校处长，再加上其他军情官员共6人，肩负着开创台荷情报合作的重责大任。他们的目标之一，传闻是为了结盟荷兰，一起针对台湾最大的对手中国大陆搜集半导体领域的机密情报。听起来是不是很有谍报大片的味道？然而这趟被称为高度机密的出访，从一开始就透着反常与诡谲。根据在网络疯传的爆料内容，5月4日深夜11点半，6名军情人员搭乘中华航空 CI-73 班机从桃园悄悄飞往阿姆斯特丹。谁知飞抵荷兰之后，他们的画风却急转直下。齐齐没有马上与何方会晤，也没有神神秘秘地展开什么间谍行动，反而是马不停蹄开始了一场豪华观光之旅。消息指出，5月5日清晨一下飞机，这支小组就直奔阿姆斯特丹市区。执行行程中最重要的任务大逛特逛，他们先逛了著名的荷兰海事博物馆，接着游览阿姆斯特丹中央车站附近风光，饱餐一顿后又驱车前往海牙，在一家平价的宜碧斯饭店下榻。接下来的5月6日、7日2天，这群台湾特工似乎依然维持着这种高强度观光模式，白天参观景点，晚上品尝美食，大肆采购纪念品，连阿姆斯特丹的中国城、喜力啤酒博物馆，甚至红灯区等观光客热门景点，他们都兴致勃勃地逛了个遍。这情节听得大家下巴都要掉下来了。毕竟这几位可不是普通游客，而是肩负机密任务的情报人员啊，怎么看都像是在公费旅游，丝毫没有秘密任务的紧迫感。是他们刻意伪装成观光客，以松懈敌方警觉，还是干脆真把公差当成旅游，一心想借机放松享乐？又或者他们另有隐情，比如在等什么人，观察什么动静，所以才用游览做掩护？种种疑问不禁让人摸不着头绪。直到5月8日，也就是抵达的第4天上午，这支小组才总算进入正题，与荷兰军情局 MIVD 安排了一场短暂的业务交流会议。据称，双方会谈只进行了半天。到了中午，台荷两边情报人员还一同在餐厅聚餐寒暄。谁知就是这短短半日的正式交流，成了日后事件爆发的关键。他们共进午餐的场景竟被人清清楚楚拍下了照片。更夸张的是，网上流出的照片中，连每一位台湾与荷兰与会者的姓名都被标注出来，仿佛拍摄者对这群人的底细了若指掌。可以想见，这原本极为隐秘的交流任务，从头到尾很可能都在别人的监视之下。结束会议后，台湾小组于5月9日上午11时离开饭店，前往机场准备返程。而据爆料内容，临上飞机前还闹出一个小插曲，其中一名台湾官员因为购物战利品太多，行李超重，被罚了80欧元。这似乎再次印证了前几天采购之热烈，
让人哭笑不得。就这样，5月10日清晨，6人搭乘华航班机平安飞回台湾。本以为此行风风光光结束，任务也许还算完成了，至少表面上台荷双方进行了一次难得的情报互动。但故事远没有这么简单，真正的高潮还在后头。时间快转到半年后的2025年11月，荷兰方面按照先前约定，也派出了一个6人代表团来台湾进行回访交流。这6人据称分别来自荷兰的2大情报与安全机构，军事情报与安全局 MIVD 以及国家安全情报局 AIVD。 要知道，台荷之间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双方情报人员互访本就非常罕见。此次荷兰派出这么高规格的团队来台，显示对合作相当重视。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荷兰情报小组在台湾的一举一动竟也如同复制贴上般，全部被人暗中记录并公布到了网络上。根据那篇离奇的网络爆料文章，荷兰情报6人团一抵达台湾，从接机、下榻饭店、参访行程到与我方会谈内容、我方接待人员的姓名等等，全被巨细靡遗地曝光。同时曝光的还有一项惊人的交换条件，爆料称荷方要求台湾配合他们渗透2名中国大陆顶尖的半导体人才，一位是芯片专家，另一位是力学博士。作为回报，荷兰将此次接待台湾人员出访荷兰的违反一中原则之举视作对台湾的礼遇，所以希望台湾帮忙完成他们瞄准的这2个目标。换句话说，荷兰提供的半日交流和观光款待不只是交朋友这么单纯，背后竟然还有这样一笔秘密交易。这个消息一出，着实让人倒抽一口凉气。如果属实，意味着台湾将与荷兰携手对中国的高科技人才网络进行间谍渗透行动。那2名被点名的顶尖人才很可能是在中国半导体领域举足轻重的人物，一位精通芯片技术，另一位拥有力学博士头衔，或许专长于精密机械、光刻设备相关领域。他们也许正是中国企图攻克芯片技术瓶颈的关键人物。荷兰情报单位会挑中这2个目标，应该不是随便点菜，多半是掌握到他们与荷兰或欧洲有某种联系，或可能出国参与学术交流等机会，便打算透过台湾协助，在他们身上下手。爆料文章甚至说，荷兰人把这种要求说成是对台湾的回礼，荷资毕竟荷方先前不顾北京的一中压力，私下接待了台湾情报人员去荷兰，虽然看起来还顺便让台湾人员旅游了一圈，如今他们希望台湾出力，一起对付华人高科技人才。更让人惊诧的是，消息称台湾军情局方面不但对荷兰贵宾热情招待，还当场满口答应，保证全力配合荷方对中国半导体人才展开情报渗透行动。看到这里，不少人心头都涌起同一个疑问，这究竟是在保家卫国，还是在替别人火中取栗？因为按照这篇文章的说法，台湾情报单位在整件事中的地位实在有些难堪。前脚我们为了拉拢荷兰，不惜卑躬屈膝，奉上观光行程招待，只换来半天交流，后脚还得接受对方不平等的任务要求，去对付所谓华人自己的科技精英。这仿佛把台湾当成了西方势力的棋子，拿来对付同文同种的中国科技人才。爆料的语气就充满愤懑的质问，台湾难道再次沦为他国的殖民地，要看前宗主国的脸色行事吗？这样联合外人去渗透华人科技圈，情感上无法令人接受。更夸张的是，文章最后甚至上升到民族大义的高度，痛批民进党政府近年企图将台积电出卖给美国，导致整个华人世界辛苦建立的半导体产业和人才被盎格鲁撒克逊、日耳曼势力联手打压与掠夺。作者以悲愤的口吻呼吁，我真心希望这一切能够停止，我不想再看到华人世界的半导体成果被外国势力剥夺。通篇把台湾政府塑造成出卖民族利益的罪人，把西方国家描绘成虎视眈眈侵夺中国、含台湾技术的强盗，而作者自己则仿佛是为民族抱不平的正义者。这立场与措辞很难不让人怀疑其背后的政治动机。随着这篇所谓内幕全揭露，文章在2025年11月29日晚间于匈牙利的欧洲万事达网曝光。接下来短短几天内，
台湾社群媒体上也开始疯传相关内容和照片。某些匿名社群专页，例如一个名为靠北长官2025的爆料版，出现了这次台核情报交流的细节贴文，一时间网络舆论哗然，许多人大片失色。台湾军情局这次是不是踢到大铁板了？更有人质疑，难道我们情报单位里出了内鬼，才让行程内容被151时摊在阳光下？或者中共早已在我们头顶装了监视器，不然怎会连照片、航班资讯，甚至参访路线都被全部掌握？整起事件扑朔迷离，引发无数猜测。面对这波泄密风暴，台湾官方迅速做出回应。军情局在消息传开隔天就严正表示，网传内容与事实不符，明显失真，是由中共控制的匈牙利侨社网站恶意传散的不实讯息。换言之，国防部认定这是一起北京当局操弄的认知作战，目的是污蔑台湾，打击我情报单位的威信。同时，国安局长蔡明彦也在立法院被问到此事，他没有正面证实这些情报交流是否发生过，只是说已要求军情局内部彻查，看看这次资讯外流究竟有无违反保密规定，亦或纯粹是中共的情报战手法之一。我们从官员的态度可以看出，这种敏感议题，他们既不愿公开细节，但也不得不采取动作灭火。官方既然强调内容失真，暗示至少有部分情节并非全然真实，但同时他们并未声称一切纯属捏造，可见其中应掺杂真实事件的成分只是被扭曲演绎了。确实，我们不妨冷静拆解。台湾军情局派员赴荷勤搜，荷兰情报人员来台交流，这类活动本身极可能真的有，否则中共也编不出具体航班和照片。但爆料中的某些说法，例如我方人员把公务行程当成观光，或何方提出渗透华人科技人才的交换条件，则未必全盘属实，很可能掺杂了夸大与政治宣传意图。在谍报战中，敌手最爱以真代假，混淆视听，让人难辨虚实。这次中共透过海外侨社网站抛出爆料，很典型地结合了事实细节与诱导叙事，来达到其认知作战的效果。台湾情报圈内人士也分析，这起事件极可能是大陆国安单位精心策划的杀鸡儆猴。他们先是透过不明手段掌握了我国安与军情高层的秘密行程，接着选在国际网络空间公开，意图警告所有愿与台湾合作的欧洲情报机关，你们的一举一动，我们中共都看在眼里，这无疑会对国际友人产生震慑作用。试想，荷兰方面辛苦推动的与台合作，结果行踪全被曝光，岂不是告诉他们，你们藏不过我们的眼睛，下次还敢跟台湾往来吗？此外，中共此招也打击了台湾情报单位的士气与形象，被对手如此轻松揭穿家丑，不论内容真伪，对情报员来说都是奇耻大辱。未来我方在国际情报圈中，可能都会被投以疑虑的目光。你们连自己行程安全都保不住，合作起来靠不靠谱啊？可见中共这步棋一石数鸟，堪称阴险。值得注意的是，中共这种跨境曝光他国情报人员行动的做法，正反映出他们近年来长臂管辖和跨境镇压的新策略。北京当局不仅在国内严控情报，更透过海外侨团、亲中媒体以及骇客网军，在全球范围内追踪威慑他们眼中的敌对势力。从在国外监视异议人士，到如今跟拍台湾与他国的情报接触，中共的情报爪牙已经伸向世界各角落。这次选择把拍到的资料大肆公布，就是一次高调示威，我们无所不在，你们的秘密行动逃不过我们的眼睛。那么中共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台湾的特工们从出发、旅游、开会到返程，乃至荷兰人来台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在对方视野下，这背后可能有哪些原因？首先，不容讳言，我方情报工作本身可能存在疏失，一些退役情报官员事后就批评，此次军情局出访荷兰的安排明显违反基本的保密原则，例如6人全程形影不离，行踪集中统一，这很容易被对手一网打尽监控。反之，正规做法应该采取化整为零，分别行动，境外会合。在欧洲，由于申根区通行便利，其实完全可以让小组人员分批从不同国家进入，
最后在某个隐蔽地点碰头，让潜在的中方跟监人员难以全程跟踪。可惜我方似乎并没有祭出这类反情报手段。此外，人员的行为举止也暴露了目标，比如购物观光，虽可能是迷惑敌方的烟幕，但从结果看，却很可能适得其反。小组成员大包小包血拼，不但招致批评声浪，还因此行李超重被罚款，等于留下可供对手利用的把柄。试想，对方如果原本还拿不准你们是不是情报人员，看到你们如此松懈的逛街买礼物，反而更便于他们近距离贴身监视，因为真正的观光客可能警惕性没那么高。何况据传，先前军情局内部早就三令五申，禁止出国公干随意采买礼品送长官，正是怕因小失大，暴露行踪。如今老毛病又犯，可见组织纪律问题仍未改善。这些内部文化的积弊，给了敌人可乘之机。当然，仅仅我方大意还不足以让对手掌握如此具体的情报。一些专家怀疑，中共可能提前取得了我方此次任务的内部资讯，不排除是我军情系统中有人不满派系斗争或其他原因，暗中泄露了行程计划给中共。此外，对岸情报单位的技术手段也不可小觑，他们或许透过网络骇客入侵了我方通讯，拦截了电子邮件、简报资料，或者在机场等交通节点部署眼线，一看到台湾特殊人士成群出境，立刻跟踪拍摄，甚至荷兰当地是否有亲中势力协助。毕竟欧洲一些华人团体与中共走得很近，在我人员观光时充当狗仔队也是可能的。此次连荷兰接待方车队的宾士车车牌号码都被写入文章，可见情报细节之深入，让人不寒而栗。我们再拉远视角，看看整件事背后的大背景，为何偏偏是荷兰成了台湾情报合作的对象？这就不得不提到当今国际间如火如荼的半导体战争。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台湾与荷兰其实扮演着非常特殊的角色。台湾拥有全球领先的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被誉为护国神山，而荷兰则坐拥全球独一无二的 EUV 极紫外光刻机制造商 ASML 艾斯摩尔公司，掌握制造先进芯片的关键设备。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友正联合台湾、日本、荷兰等国，对中国实施严格的尖端芯片技术管制，试图限制北京取得最先进的制造能力。对中国而言，半导体就是现代国力竞争的命门之一。面对西方的技术封锁，中国这些年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一方面砸下重金发展自主芯片产业，另一方面也大举挖墙脚和偷师学艺。所谓挖墙脚，指的是透过高薪延揽台湾、韩国等地的芯片工程师跳槽附录，或者利用学术交流招募海外华人专家回国效力。而偷师则包括了骇客入侵技术图纸、安插间谍、渗透外企，甚至直接派员盗取商业机密等。不少知名案例令人印象深刻，例如台积电上千名工程师被中国企业高薪挖走，导致台湾被迫立法防堵关键人才外流。又如荷兰 ASML 公司曾爆出中国籍员工窃取机密的事件，让欧洲人深感震惊，继而对中资收购本国半导体公司如安氏半导体 Nexperia 提高警戒。在这种种背景下，台湾和荷兰其实都有共同的利益，要防范中国的技术渗透与扩张。换句话说，台荷情报单位合作本就是水到渠成之事，双方可以交换对中国半导体发展的情报。例如，中方有哪些科研项目在攻关先进制程，哪些企业或学者暗地里向欧洲购买关键设备，甚至中国派往国外的技术间谍名单等等。台湾对中方动态了解深入，荷兰则有欧洲情报网络和技术线索互通有无，自然能更有效应对来自中国的威胁。可以想见，2025年这场台荷互访交流极可能就是针对如何联手对付中国芯片谍报战而展开的。只不过现在看来，我们的对手早已在暗中偷听这些谋划，还抢先出手将我们辛苦密谈的内容给摊了出来。试着站在中共立场，他们这波反制可谓狠辣又高明。一方面，他们狠狠打击了台湾与荷兰的合作信心，资料都泄了，荷兰未来还敢跟台湾密会吗？另一方面，中国也向国内外宣传机会主义的喊话，瞧台湾不安分，
勾结外国来对付我们中国科技人才，我们必须反击。于是，在官媒与亲中媒体的渲染下，这起事件仿佛变成北京正当防卫、拆穿阴谋的胜利。他们成功地转移了注意力，让人们谈论台湾怎么协助西方渗透华人，而忽略了中国自己长期对台湾乃至全球高科技的渗透行径。这种舆论操作，不得不说相当老练。当然，中共表面风光，内心其实也有隐忧。这次曝光虽然出口恶气，但某种程度也证实了中国在半导体关键技术上依然受制于人，否则他们何必如此紧张？台湾和荷兰联手，又何必强调华人世界的半导体人才被外国压迫来煽动民族情绪？归根究底，还是因为中国目前在尖端芯片制造上被卡脖子，他们迫切想突破美西方封锁。这场谍报暗战只是科技战场的另一个侧面，未来随着美中科技脱钩持续，类似的谍影交锋恐怕只会更加频繁激烈。这起台荷联手逆渗透中国半导体风波，短短几天就震动了台湾社会，也在国际情报界投下一枚震撼弹。许多人开始反思，台湾该如何加强自身情报安全，避免再被对手轻易看破手脚。我们的情报员是否需要更严格的训练与纪律，在谍报现场做到滴水不漏？同时，与友邦合作时，又该如何平衡付出与收获，不至于让外界有替人卖命的观感？这些问题都值得深思。对荷兰而言，他们也难免挫折和尴尬。本来和台湾交好是想共同防范中国，结果现在自己情报人员行动也被曝光，等于被中共当众打脸。往后荷兰对与台合作可能更谨慎，甚至可能私下检讨此次任务细节有无泄露源头。他们同样要担忧中国情报网在欧洲的渗透程度，以及自家队伍里有没有长蛇或安全漏洞。欧洲各国近年其实已频频对中共的间谍活动示警，德国、英国等也陆续逮捕了一些为中国服务的间谍。如今连荷兰这等远离中国本土的国家都被中共情报长臂深入，可见问题之严峻。最后，我们回到台湾这边，军情局近年多次传出人事震荡与效能争议，这次泄密事件更是堪称建局以来最严重的之一。一位熟悉情报体系的专家张静直言，这起事件暴露出的问题，比起外部敌人的渗透，更可怕的是我们内部专业能力的瓦解。如果连情报人员最基本的保密、反侦查纪律都出了纰漏，再高明的计划也可能功亏一篑。反之，即便中共再狡猾，如果我们自己不露破绽，他们也没那么容易得逞。可以预见，未来军情单位势必要痛定思痛，彻查漏洞，加强内部控管。而在国家战略上，台湾仍需和美国、日本、欧洲伙伴紧密合作，因为在高科技对抗中，我们绝非孤军可战。我们要做的是以更加谨慎聪明的方式合作，例如建立更安全的情报交换管道，严格区分机密等级，对可能的中方监控进行反制等等，这样才能在不曝光的前提下，继续联合友军稳住我们在半导体领域的优势。反观中共，这次虽然风光，但也不代表他们已高枕无忧。技术的差距不是靠一次情报胜利就能抹平的。他们固然拥有庞大的情报和宣传机器，可面对尖端科技的研发，归根结底还是要靠实力说话。长期来看，如果中国无法真正突破关键技术，那就算再多这种认知作战得分，也改变不了被动局面。更何况情报战是双向的，中共让台湾难堪，难保未来台湾或国际盟友不寻找机会给予反制，谍海沉浮，比的就是谁能笑到最后。总而言之，台荷联手逆渗透中国半导体，这出戏目前看来真相扑朔迷离。我们既看到了台湾积极布局国际情报合作的身影，也看到了中共无孔不入强力反制的阴影。一时间，你方唱罢我登场，让人目不暇给。唯一确定的是，半导体这条战线已延伸至暗夜角力，芯片之争不仅在实验室和制造厂，更在谍报员的追逐与博弈中展开。未来或许还会有更多让人意想不到的剧情上演。对我们普罗大众而言，这幕后发生的种种较量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其结果
可能深刻影响着台湾的安全与产业命脉。我们只能希望，在明处拼经济、暗处斗情报的多重战场上，台湾能步步为营，既保住护国神山，也守护国家安全，不让对手轻易得逞。这场谍报风波最终将如何收场？台湾和盟友能否从挫败中汲取教训，更谨慎地迎战？中国又会不会因一时得手而掉以轻心？一连串问号还有待时间作答。但可以确信的是，在半导体这场新冷战中，各方势力的角逐只会越发白热化。我们拭目以待下一章的发展，同时也为那些在暗中较量的无名英雄捏一把汗。毕竟在这个情报无国界的时代，没有人能置身事外，每个芯片背后都可能藏着一双看不见的眼睛。